大春，你敢不敢再赌一次？老张他们说下游有吃人的妖怪猎，黑石帮骑马管饭，虽然吃不饱，嘿嘿。我也想像大春一样无忧无虑，哪怕被黑帮强抓良丁，欠卖身欠，在码头做免费的力工。可我是穿越者，还有系统，我这一生只能被困在这个破码头吗？距离下次抽取词条还有10分钟。我的抽词条系统每年只能抽一次，最高甚至能抽到神话级词条，原地飞升。然而在过去的17年，我抽了17次，全是白色。愣着干嘛？找打呀！距离下次抽取词条还有3分钟。筒子，你给力点啊！不能让我欧一次吗？你也不想看着你的宿主这一辈子就这么荒废了吧？黑石帮不给工钱也就算了，经常打我也忍了，饭竟然也不让吃饱。系统，求求你让我欧一次吧！倒计时结束，开始抽取词条。求求了，来个金色传奇吧！算了，瞎摸一个。欧皇，赐我力量吧！灵彩，神话词典，0.001%的神话概率。等等，我还活着吧？没有消耗我的寿命换取幸运吧？模拟器冷彩神话，你拥有了模拟器的外挂。模拟中，你可以对模拟进程进行适度干预，其每年可以进行1次词条抽取。模拟结束后，继承全部词条、技艺、境界、功法、技艺，开始模拟吧。骚年，冷彩神话词条，这哪是神话？这尼玛开挂呀！从这个描述来看，只要我在模拟里活得够久，通过模拟增加抽取次数，总能抽出一个有用的词条，压榨我和大春的黑石帮，还有杀我亲人的一伙人。洗干净脖子等着吧，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算账了。开始模拟。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家乡被屠，亲人俱亡。巨大的刺激之下，你崛起了宿会，意识到自己是一位穿越者。在黑石帮的鞭子下，你和一众苦力宛如行尸走肉，不知明日在何方。第1年，18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浪里小白条，白。我就在河边，水性好，肯定没坏处。你用浪里小白条替换了奈厄，你意识到自己开始模拟了。快点，今天还有3船货，干不完3天不给饭。监工的鞭子声让一众苦力直发抖，你表面佯装害怕，内心已经在盘算着，等自己强大以后，用几种方法弄死这群混蛋。入夜，你刚准备休息，却听见工头王强的声音：“来3个人，有个美差。”有好事？你才不信！你装睡。陈毅，别装睡了，你刚刚还在河边尿尿，我看见了。无奈，你只能起身走过去，不然王强肯定揍你一顿，然后让你做美差。明天天光未亮之际，会有人带你们去清河下游10里亭给河神送饭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可以去怡红院爽3天。早就听说黑石帮和河妖达成了约定，每个月主动送几个人下去给他吃，让他不要影响漕运。从模拟内容来看，8成真是这样。靠！既然如此，今晚就逃。后半夜，当所有人都沉沉睡去的时候，你纵身一跃，跳入水中。你要游到对岸。之前老子绝不会用这个办法，但是现在有了浪里小白条词条，可以搏一搏。你在水中使劲扑腾，游泳技术果然大大提升，就这样游到对岸，完全没问题。陈毅跑了，快来人啊！尼玛，全都在装睡！哼，看看是你游得快，还是我们的船快？王强带人上船，正要拔锚开船，岸边忽然火光冲天，大川江码头上用于照明的火盆泼到了还没运走的一堆货物上，大火瞬间烧了起来，整个码头乱作一团。快救火！这批货要是烧了，帮主非宰了我们不可。王强也顾不上追你了，赶紧带人打水救火。火光中，你隐约看见一群黑石帮的帮众骂骂咧咧地抓着砍刀扑向了大春。大春在洛丁村的时候已经救过我1次了，没想到在模拟里发现我要逃跑，还是义无反顾地帮了我，甚至活出了性命。他可能智商不高，但有情有义，
日后我若有能力逃出黑石帮，一定要把大春带上。哗啦啦，河水搅动，你来不及为大春的死而悲伤，不能让他的牺牲没有意义。你要活下去，活到能有修炼机缘的那天，再将模拟中的修为继承出去，让现实中的你和大春逃离黑石帮的压榨。你拼尽全身力气，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游到了对岸。上岸后，你面临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抉择：一、去投靠白云县城的三姐；二、荒野流浪，躲进深山老林；三、游回去。请做出选择。投靠三姐还是苟在野外呢？选项3是来搞笑的，直接淘汰。大哥二姐在我8岁那年去山上采摘失踪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三姐在我15岁那年嫁到了白云县城，我记得三姐夫是一名武者，去投靠三姐的话，应该能接触到武道，兴许能问问怎么获得根骨，或者没有根骨能不能修炼。你选择一，漆黑的夜，冰冷的风，你在山林里狂奔，你要去白云县城投靠你的三姐。你一路逃命，远离黑石帮的追捕。再翻过一座山，就到白云县城了。忽然，一群人影从林子里窜出，堵住你的去路。你遭遇山贼了，领头的还是个女山贼，膀大腰圆，满脸横肉。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。女侠，我没钱。女山贼把你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，好像还趁机占了你的便宜，多次对你实施攻击。果然是个穷鬼。不过你长得挺俊，我前夫刚死，你来的正好。把他带走。你被山贼们五花大绑扛到了山上，穿上新郎官的红衣服，盖上红盖头，坐在洞房里等着新娘来掀起你的头盖骨。你听着外面山贼们的高谈阔论，大概知道了，抓你的女山贼叫许玲珑，她爹许虎是这飞虎寨的大当家，听说女儿要6婚，许虎高兴坏了，父女俩这会儿就在洞房外。许虎连连叮嘱女儿，这回要小心呵护，一定要把孙子怀上。你听得头皮发麻，突然意识到许玲珑的前夫们都是怎么死的了。小相公，让你久等了。你知道你又在劫难逃了，但是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，就你这长期营养不良的小身板会被压死的，必须反击。娘子，你让我自己来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受苦了，师哥选错了路线，对不起了。许玲珑对你十分满意，严令整个寨子的山贼都不许欺负你。虽然晚上遭罪，但白天的日子过得还可以，大鱼大肉畅吃，美酒佳酿畅饮，不用做任何劳动，晒太阳就行了。你说你想练武，许玲珑将寨子里的功法都送给了你，让你随意挑选，他手把手教你。可惜你没有根骨，武道入不了门，只能学些拳脚功夫，强身健体。第2年19岁，开始词条抽取，抽取成功。基尼太美，白，你擅长唱跳、rap、篮球，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基尼太美替换了3角级发达。虽然还是没用的词条，但是末期少年穷，只要我活得久，迟早能抽到有用的词条。来到山寨的第2年，你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。你坚持运动，以及被迫坚持运动，体质算是锻炼出来了。山贼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入寨练习1年半的相公，太厉害了！寨主，不好了，官兵打上来了！什么？官兵上来，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巡逻的呢？放哨的呢？陷阱呢？是二当家，他私通官府，带官兵抄我们运货小路上来的。你听到这些，双眼放光，逃跑的机会来了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抓住了你的手腕。相公，跟我来。许玲珑力大无穷，你根本反抗不了。他把你带到一个山洞前，一直往里走。这个洞可以通到另一座山，只有我和我爹知道，不会有人追你的。快逃吧！我逃吗？你没想到许玲珑跟你来真的，他似乎真相信了你平时在山寨里演给他们看的一面。相公，别管我，自己逃！我去为你引开官兵。走！可是大姐，我又不是山贼，我怕什么官兵啊？许玲珑手持2把大锤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官兵。看着他虎背熊腰的背影，你在思索该何去何从。1. 深入山洞，从山中密道离开。2. 返回山寨和娘子并肩作战。
3. 串通官府，将山贼彻底消灭，请做出选择。模拟中的我，人在局中可能会被情绪影响，但现实里的我却是绝对理性。第一次模拟很关键，一定要苟久一点，活下去，多抽词条，拿到武道的机缘是这次模拟唯一的主线。你选择1。此时不留，更待何时？阴暗潮湿的山洞里，你一路摸黑前进，许久，前方光线大亮，你从这条两山之间的天然隧道走出来了。辨别了一下方向后，你继续往白云县城而去。次日，你到达了白云县城，你在街道上看见了官差的车队，囚车上押解着徐虎、许玲珑等山贼头目，他们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你没有多看，悄然退到人群之中。三姐出嫁的时候，你送过亲，所以仍记得三姐家在县城的位置。三姐的小院被贴上了白色的封条，上面写着大前青州巴陵郡白云县衙封。怎么被查封了？你趴到围墙上，看见里面早已被搬空，只剩满地落叶。你找到附近的邻居打听了一下，哎呦，这个杀人狂魔一夜之间杀了10户人，上个月在菜市口斩首了，县太爷判他9族流放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应该不是他9族。什么情况？沈青山怎么成了杀人犯？我记得三姐夫他分明是一身正气、气宇不凡之人，而且他也是一名官差，是县城斩妖司的斩妖人，这里面怕是有什么冤情吧？这么说，三姐被流放了，按照模拟的时间，沈青山1年后被斩首，也不知现在案发了没有。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，不能放任不管。只可惜我现在自身难保，也只能干着急，还不知何时能逃离黑石帮的控制。你不知道大钱的9族是怎么算的？稳妥起见，你给自己重新取了个名字，叫陈东。为了谋生，你在县城的悦来客栈做了店小二，老板娘是个寡妇，宅心仁厚，对你们这些打工的十分照顾，饭菜管饱，平日里的工作也不苛责刁难。倒是有些客人一言不合就会出手打骂你们这样的底层凡人，尤其是某些武者，自觉高人一等，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。第3年20岁开始词条抽取，抽取成功，人肤感白，你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人妇气质，女人缘有所提升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人肤感替换了基尼太美。一名武者因为豆腐脑是咸的，大闹悦来客栈，你被他打断了胳膊，赤裸着上身，热心肠的老板娘帮你绑绷带。阿东啊，你也别有怨气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武者面前就得低头做人，能活着都是祖坟冒烟了。哼，末期青年穷，我陈东迟早能问鼎武道巅峰，让那大道都被我磨碎。连个媳妇都讨不到，说这个。你俩对视一眼，不知咋的，也许是人肤感发力了，你俩看对眼了，感受到了彼此眼中的火热和急切。当晚你不顾伤势，和老板娘干柴烈火，努力劳动。日后你和老板娘成亲了，摇身一变成了悦来客栈的老板，你的生活一下子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士绅阶级。果然吃软饭才能少走弯路。谁说白色词条没用？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不知道老板娘是什么模样？结婚多年，你和老板娘恩爱依旧，白天相敬如宾，晚上干柴烈火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你们难有子嗣。唉，要是我们有个孩子就好了。这种事情得随缘，和孩子之间也是要看缘分的。第11年28岁开始词条抽取，越老迈越幸运。绿，从你60岁开始，每个整10岁抽词条时，保底获得稀有词条，且当次抽取会小幅提升稀有以上词条概率。是否调整词条？白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绿了。这个词条可以等到60岁的时候再装配上去，保底一个稀有也不错。陈毅作为一个凡人，连续经历武者横行、妖魔祸患、战乱连年的世界，状态狼狈艰辛。这是我们的孩子。第13年30岁，这一年你和老板娘终于怀上了孩子，是个男孩。悦来客栈大开3天流水席，宴请全城父老乡亲。孩儿他爹，你也太铺张了。咱们这些年虽然挣了些钱，可总有很多风险呀。与其让那些盗贼偷了，让县太爷用各种名目收走，我还不如换个高兴。阿东，你又飘了，我们只是凡人。再说了，我陈东的儿子出生了，岂能不昭告全城？末期中年穷，我陈东绝非池中之物。阿东，第16年33岁，你们的2女儿出生了，你再次大开流水席，宴请3天。第20年37岁，儿女双全，家有产业，生活殷实。渐渐的，你都快忘记自己是在模拟之中了，只觉得这一切太真实，太幸福。第23年40岁，
一名魔道武者闯入白云县，他手持一面黑气腾腾的幡旗，见人就杀。斩妖司的斩妖使被惊动，与他大战数日，终是拼着同归于尽，将他重伤。魔道武者遁走的时候，顺手杀了你的女儿，取走了她全部的精血。老板娘悲痛交加，一病不起，含恨离世。你先葬女儿，后葬妻子，你心如刀割，夜夜惊醒。可是你还有儿子，你知道你不能倒下。爹，我害怕。第33年，50岁，南疆出了一位惊才绝艳的女帝，她整合南疆各国，将零散的南疆百国拧成了一股绳，反攻中原。战线一路从南向北推进，白云县眼看就要沦为前线。你的儿子决定奔赴战场，保家卫国。儿啊，能不去吗？战场太危险了。父亲国之不存，家喻何为？您从小就喜欢对外人说，我陈东的儿子将来定有出息。如今到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。你送儿出城，目送他远行。这一刻，你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。第35年，52岁，你收到了儿子的骨灰和遗书，2年的提心吊胆，终是等来了这样的结果。你将他葬在了母亲和妹妹身边，你在坟前哭坐3个月，头发全白。第37年，54岁，大前皇朝连年吃败仗，白云县被女帝攻下，成了南疆百国同盟的地盘。你的客栈不能幸免，明面上的钱财几乎全被搬走。好在老板娘曾告诉你，她在家中老树下还藏了一些银子。肉夜，陈一拿着铁锹，在客栈后院的老槐树下挖出用油布裹得严实的木盒，木盒打开后是整整齐齐的几锭银子。陈一指尖抚过银锭，眼眶泛红，眼前闪过老板娘当年藏银时的温柔模样。第40年，57岁，一头虎妖从山野中杀出，闯入白云县，大肆作乱。斩妖司倾巢出动，和他在县城里殊死搏杀。虎妖与斩妖司的人战斗时，将你3层楼的客栈毁得稀巴烂。这客栈是你最重要的固定资产，被毁后你想要说法，便去找斩妖司索赔，结果被扫地出门。你看着客栈的废墟，自嘲地笑了起来，不知是笑自己的天真，还是笑着是的。手上的银钱不多了，想重建客栈不可能了。你遣散了厨师、小二、杂役，这些年你待他们亲如一家人，他们走的时候只拿了该得的工钱，没有收你的遣散费。你选择离开白云县城，在城外一家人的坟地旁修葺了一座茅草屋，就此住下。第42年，59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这1年的词条依然没什么用。越老迈越幸运，马上60岁，这一生太苦，坚持住，胜利曙光就在明天。凡人生存何其难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城外茅草屋旁，你日出而作，耕田种菜，日落之后陪家人们说说话，然后在月光下沉沉睡去。虽然孤独，但你找到了一份短暂的安宁。第43年，6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，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宝底，抽取成功，低阶根骨绿，获得低阶根骨。骚年，有了这个词条，你就可以废柴逆袭了。是否调整词条？终于，模拟中的我太苦了，筒子都看不下去了，终于给了。你那早已因为亲人离世而沉寂的心，此刻终于跳动了起来。你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模拟的使命，你带着全部积蓄来到了县城的奔雷武馆。大爷，别开玩笑了，60岁学什么武啊？60岁，正是奋斗的年纪。我交钱，你们只干叫便是，学不学得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收一个老头当徒弟，挑战不小啊！但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。武道就是修炼3气：血气、灵气、精气。待你练到能感应丹田内出现一热流，那便是你的血气超过了凡人的极限，可以在丹田储存了。这便是武道的第1个境——炼体境。炼体境共有9段，每一段都需将血气翻倍提升才能突破。无妨，待会儿模拟结束，这些记忆我都会继承下来。60岁才开始修炼，想来我也提升不了多少境界。不管怎样，根骨辞掉拿到了，下一次模拟就方便了。第43年，61岁，修炼1年，寸功未尽。陈大爷，算了吧，老迈的身体血会流失严重，岂有练武的道理？武馆里的师兄弟，还有县城里认识你的人，都在背后指指点点。他们说你不切实际，可你从不理会外人的非言非语，一心钻研和尝试。莫欺老年穷，我陈东一定能迈入武道。第52年，70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宝底，抽取成功。
努力必有收获。当你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，你一定会有收获，但不一定很多。是否调整词条？还得是稀有词表效果好。多亏了越老麦越幸运，不然以稀有词表0.9%的抽取率，他抽到死也很难再抽一个出来。不用说，这个词表肯定要用，而且会有很大帮助。练功10年，牛大胆的孙子都出生了，你依然每天坚持来奔雷武馆的演武场，勤奋刻苦，每天只练一门外功卯牛劲。10年了，血气虽有提升，但还是达不到武者的标准。一开始牛大胆还收你的学费，后来就算了。有你这个吉祥物在，奔雷武馆成了周边乡县很多人的打卡点，变相宣传了武馆。如今奔雷武馆馆主已是牛有钱人。各位学徒，你们看，这位就是60岁开始修炼武道，如今70岁依然没能迈入武道的陈东老爷爷。从陈老爷子身上，我们能看见什么？坚持恒心。哎，对，不管修炼武道能不能成功，都得迈出这一步。哪怕像他一样，70岁还在原地踏步，至少不后悔曾经努力过。师傅，我进入炼体境了。哎，对，陈老爷子60岁开始修炼武道，尚且能成功，你们这些13、14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啊！陈大爷，其实我也听说过你的故事，当初悦来客栈饭菜的味道可是我们10里8乡很有名的。可惜啊，虽不知您为何一把年纪了还要折腾自己来我这儿练武，但是我祝您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，以后武馆就是您的家，我给您开一间小舍，您就住下吧。你依然没忘记这一生的使命，多抽词调，多练武，模拟结束后继承的越多越好。你知道自己根骨低，而且年纪太大，修炼速度特别慢，所以不浪费时间学习武学，只练外功提升血气。第61年，79岁，武道入门后，你的修为缓慢提升，如今达到了炼体3段。这些年虽没经历妖魔、战乱、武者灾祸，但你的身体还是不受控制地滑向了衰败的深渊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寒令你偏瘫在床，没法再练功了。牛大胆也老了，武馆生意遭到了武道宗门的冲击，收不到徒弟，已经濒临倒闭。好在早年收徒赚了一些钱，他雇了下人照顾你的起居。今日他听说你状态不太好，连忙过来探望你。陈大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呀？快死了。他眼底藏着一丝执念，只盼着自己能死慢点儿，把80岁的保底抽了。系统，别乱说，你可是要长命百岁的。大胆呀！活100岁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中年丧偶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一辈子的营业毁于一旦，我这颗心早就千疮百孔了。陈大爷呀，人这一生，苦难的日子是主题，幸福的时光才是插曲呀。第62年，8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，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保底，抽取成功。认真的一拳。绿，当你不使用武学，用拳脚普攻时，破坏力最高提升10倍，且不会因为反作用力骨折，但是每次会脱落一根头发。是否调整词条？厉害！活生生吊着一口气，撑到了80岁的那一刻，这么敬业的我实在不多见。不过他这一辈子确实太苦了，希望下辈子有武道基础了，能模拟的舒服点儿。你选择了否？你老死了。模拟评价：跃入寒江浪里腾，红尘几度葬残灯，酷之60遇春风，游向苍天全作声。恭喜你获得以下继承：62年的游历技艺，炼体3段的修为，认真的一拳，努力必有收获率等62个词条，外功莽牛劲，入门。这就是武者的感觉吗？从凡人提升着炼体境，也是武道境界的提升。你可装备的词条数，各品这词条的概率跟着提升了。搞定，好词谣都已装配。系统，我想知道下次模拟的开启方式。模拟冷却中，剩余1年，你可以选择完成以下指引任务，直接获得模拟机会。打不过就加入，展露武者修为，混入黑石帮，从而机会脱身。奖励：1，模拟次数加1；2，精品词条抽取次数乘1。精品词条的品质不一定高，但一定有正面效果。3，低阶灵气，盐铁重剑。神话词条果然是外挂，获取新的模拟，
还能顺带拿点奖励。冷却时间太长了，我可不想等。再说指引任务的内容也符合我当下的情况。黑石帮内也有武者，若是直接跳河逃跑，对方乘船来追，我未必能逃得掉。更何况我不能丢下救命恩人大春不管，佯装加入黑石帮，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带大春一起离开。就这么办。妈的，天天馒头加稀粥，还吃不饱，还吃不饱！书生靠这些养不活，何况是我们这些苦力？陈毅疯了，他想被鞭子抽死吗？难道他喜欢被鞭子抽，故意找事儿？哦，我听说有些人是这么变态的。陈毅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就是想摔碗。大川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个傻子！让你闹事儿，鞭子吃少了是吧？好打！把鞭子给我！你想造反吗？造反？你也配用这个词？真当自己是土皇帝了？陈毅，你敢打监工，能不能干了？把他抓起来！哼，一群普通人，不过是占着人数众多罢了。我现在已是炼体3段，肉身强度早已超越凡人极限。另一方面，超兽的痛觉词条早已将疼痛感弱化到了极致。你身手这么好！好你个陈毅，原来有2把刷子。今天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怕是不服管教了。什么情况？陈毅，你别疯！这里是我们黑石帮的地盘，你知道我们帮主是谁吗？那可是江湖人称黑血铁爪的13。我让你狗仗人势！我让你克我们粮食！别打了！我让你动辄打马！饶了我，饶了我，我错了，大侠饶命啊！我让你逼我们强签卖身契！这事儿我没干过啊，纯栽赃啊！栽赃你咋了？我砸死你！这小子是谁？帮主，那小子叫陈毅，3个月前和一个傻子从清河上游飘下来，被弟兄们抓来做码头立功了。老四，这陈毅看样子是个练家子，王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去跟他过过招，掂量掂量他到底有多少斤两。好嘞，老大！小子，你快把他打死了，跟我过过招。四当家可是堂堂武者，我岂是你的对手？这不是以大欺小吗？这黑石帮里本就没几个武者，他们只要发现武者，定然会想方设法吸纳，这正是我要的机会。哈哈哈哈！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不也是武者？武者也分高低，我不过是个初入武道的新手。我炼体6段，不欺负你，只要你能打疼我，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。我还可请示帮主，让你做黑石帮4梁8柱，不用再做苦力。四当家说话可算数。哼，我石老四何时言而无信过？说不给你们发工钱，那就从来没发过。这货的智商，怕是能和大春坐一桌去，说话都不过脑子。2人约定赤手空拳切磋，你看着眼前游刃有余的石老四，决定将刚获得的认真的一拳辞掉效果发挥到极致，试探对方实力的同时，也能顺利入伙。就这点程度吗？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啊！四当家只敢躲来躲去吗？难不成是怕了我？我怕我出手不知轻重打死了你，不好给大哥交差。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我站着不动让你打，你都伤不了我分毫。认真的一拳！四当家如何？这一拳够疼吗？不疼，不过确实还不错。我这就去请示帮主。你可别再伤人了。我都看在眼里了，陈毅，既然你是个练家子，我黑石帮诚心邀你入伙任职，与我们共享富贵。往后再也不必做这种苦力活了。目的达成，但戏得演得更真一点，不能露了破绽，免得引起怀疑。
我想走。老四刚刚没出全力，怕伤着你，但你不要以为他打不过你，留在黑石帮对你只有好处。黑石帮的四当尚且能收拾我，何况他这个帮主，硬拼肯定不行，只能先假意留下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留下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，既然你是武者，为何不告诉我们，反而甘愿在此做苦力，受王强的刁难？我落水之后身体虚弱，一直无法调动血血，和凡人无异，直到最近几天才慢慢恢复过来。再说之前我也说过我是武者，只是你们的人不信。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！王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帮主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啊！埋没人才，叫人家心里有了怨气。你这差事是怎么干的？把他丢下去喂鱼。是，帮主，饶了我，我真不知。黑帮就是黑帮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我现在假意入侯，不过是想找机会带大春一起离开。要是能顺手端了这伙人，我也没意见。就看下次模拟能不能攒够实力了。来，让我们举起这碗酒，敬我们的新弟兄陈毅。来，这职位表面上看似有地位，实际上根本接触不到帮派核心。由此可见，13并不傻，并没有一上来就给我关键位置。帮主，明天该给和珅送饭了。让王强去办吧。王强已经喂鱼了。哦，喝多了，忘了这茬。那就让老四今晚去码头上挑几个苦力吧。对了，我记得有个傻子，是不是？吃的还多，他必须去。帮主，那傻子是我同乡，笨手笨脚的，你有什么差事交给我去做就好，他干不成的。这件事儿，那傻子肯定能办成，你就安心在我这儿做教官。来，喝。还是得靠自己变强，才能解决我和大春的问题。必须尽快开始第2次模拟。指引任务完成。来一个好用的词条吧。无妨，这些都是精品词条，即便是白色也是有用的，不像姬女太美那种。游龙戏凤，白色普通。你的技巧和能力显著提升，用过都说好。这啥呀？这是我血气方刚，阅篇无数，我用得上这个？精品词条什么的，果然是忽悠人的，就是为了骗玩家氪。还是赶紧模拟吧。你已完成本次模拟的指引任务，获得了新的模拟机会。初始装备词条：模拟器彩，低阶根骨绿，认真的一拳绿，努力必有收获绿，游龙戏凤白。模拟开始。卧薪尝胆，3000月甲可吞吴。为了和大春顺利逃出黑石帮的控制，你故意展露武者实力，从而得到加入黑石帮的机会，成了帮内的一名教官。但是你对混帮派毫无兴趣，只在寻找机会脱身。第1年，18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你喜欢昼伏夜出，白天不睡觉你会情绪低落。是否调整词条？白色词条依旧稳定发挥。想要获得有价值的词条，还得是提升武道境界，抬高高品级词条的概率。光靠欧气和神抽还是太不靠谱。你选择了否？知道自己进入模拟了，那就不用太过谨慎了。明天冒个险，跑路。次日天光将亮，四当家带几个小弟押着大春和另外2个苦力，沿清河岸边往下游走，准备去十里亭进行河神祭祀。你以睡不着说服好忽悠的四当家一同随行。都给我走快点！等给河神送完了饭，你们3个就能去怡红院玩3天。嘿嘿，四大家，那怡红院里有好吃的吗？有，好吃的可多了，香肠、鲍鱼、豆腐，香着呢。河神大人，我们来给您送饭了，您老吃好喝好哟。去你的吧！陈教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陈毅，你竟然害我！等我杀完我扒了你的皮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跑啊！黑石帮真够意思，这次一口气送来7个人吗？好，合作真愉快。河神，弄错了，我们不是这个月的饭，岸边那几个人才是啊。哦，就这个罪匪往深我心呐。啥？我是黑石帮四当家呀，你老看清楚啊！四当家一行人葬身鱼腹，前路未知，你该何去何从？带着大春浪迹江湖显然不现实，我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，总得让他学会自力更生。那就去三姐那儿看看吧。
白云县城有个稳妥的地方，正好能安置大春。你选定前往白云县的路线，待大春逃出黑石帮后，沿清河上游而行。此次返乡，你走得坦荡。如今你已是炼体3段强者，寻常野兽和土匪已无法威胁你。快到白云县城时，你在山路隘口遇到了一位熟人。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。哟，你这俊俏的小郎君，见到我们这些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，倒是一点也不怕啊，还笑得出来，吓傻了吗？还有上一世的模拟记忆在，我清楚这伙山贼里只有许玲珑有炼体4段的武道修为，其他人全是凡人，不足为惧。站住，不许走！看在许玲珑上一次模拟里待你还算真心的份上，你并未伤他们性命。我等冒犯前辈，还望恕罪。这里有些银子，若前辈路上用得着，不妨拿去。看在这些银子的份上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回去盯紧你们那个二当家，他有问题。这次没掉进山贼窝里，能比上一次更早到三姐家，应该能弄清楚三姐夫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上一世模拟里，三姐夫沈青山竟然成了杀人狂魔，害得我被砍头，家被查封，亲人被流放，我到现在都摸不着头脑。三姐看人的眼光不至于这么差才对。次日，你带着大春抵达白云县城，顺利找到了三姐陈韵的家。万幸的是，这一次你看到的不是贴满封条的大门。四弟，真的是你！陈韵早已得知洛丁村被屠的惨剧。一直以为你和村民们一同惨死在屠刀之下，如今还能见到你活着站在眼前，他早已喜极而泣。大恩不言谢，谢谢你救了我四弟。若不是你，我在这世上连最后一个娘家亲人都没了。不用谢，陈毅是好人。入夜，三姐夫沈青山当差归来，看到安然无恙的你，眼眶也瞬间湿润。陈韵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庆祝你们一家团聚。四弟，感谢上苍，让你平安归来。往后我和你姐，三姐夫无需多言，来干，千言万语都在酒里。第二天，你带着大春来到了悦来客栈，这里是你上一世经营了一辈子的地方。客官里面请，打尖儿还是住店啊？老板娘，我想介绍我兄弟来给你当杂役。他虽然性子憨直，复杂的活计做不了，但他有一把子力气，重活都能放心交给他。我梅三娘虽是个热心肠，但如果脑袋瓜不灵光，怕是店里的活计也应付不了。他不要工钱，管他吃饱就行。哎呦，你这么说，我要是不招他来做事儿，都有些良心不安了。行，这兄弟我留下了。我早就知道梅三娘人品靠得住，肯定不会亏待大春，把他安置在悦来客栈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从悦来客栈出来，你独自走在回三姐家的路上，一头受惊的马匹突然疯了一般，从街角冲了出来，直直朝着你冲撞来。烈马，大侠威武，太厉害了！看来我这个小舅子，如今已是一名踏入了炼体境的武者了。当晚，沈青山便找到你，和你深入交流了一番武道之事。你无法说出模拟轮回的真相，只谎称有位白胡子老人录赠你秘籍，才修出了炼体境的修为。四弟既然天生有根骨，便万万不能浪费了这天资。这些是我沈家的家传功法，可惜到我这一代已经失传太多，只剩下这4本。不过这些都是中阶功夫，若是你能熟练掌握，在这小小县城里谋个好差事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姐夫大恩大德，陈毅没齿难忘。一家人何必说这些客套话？祖上无根骨，自己生出根骨是万中无一的机缘，千万别辜负了上天给你的这份机遇。话说回来，还是得接触正经的武者圈子才行。这不就有新功法了？每次选投奔三姐，果然没选错。自己在江湖上乱窜，根本摸不到武者圈子的门槛，一直和凡人打交道，根本没用。对我们平民武者而言，武道共有6大境界，分别是炼体、聚灵、淬魂、金身、灵海、凝神。为何要单说对平民而言？因为凝神之上的境界和我们平民没有半点关系，能修炼到凝神境已经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了。功法品质从低到高分为低阶、中阶、高地阶、天阶。地阶、天阶功法你全当他们不存在就好。每一本都是战略级的资源，全被皇室和顶尖武者势力牢牢掌控。像我们这样的一本高阶功法，都已经是天大的机缘。沈家也曾有过辉煌时刻，如今家道中落，只剩沈青山一人，还能保住这4本中阶功法，已是殊为不易。武学是临阵对敌的战技，一枪一掌皆是杀招。外功修炼血气，你早已在上一次的模拟中知晓，而内功则是用来修炼灵气。当武者达到炼体9段，将血气提升至凡人极限后，便需要通过修炼内功、凝练灵气，才能突破至下一个大境界——聚灵境。你的三姐夫沈青山正是一位聚灵境武者，在这小小的白云县城里，聚灵境的修为已是能排得上号的顶尖实力。而他在斩妖司也并非普通差役，而是一名小奇官，手下管着一支10几人的斩妖人队伍。四弟，你既有这份心性，不如去参加斩妖司的斩魔人考核，和我一样
在斩妖司当差，你我二人一同斩妖除魔，为民除害，岂不快哉？你觉得这个提议再好不过，只是想要通过斩妖司的考核，仅靠如今炼体3段的修为还远远不够。你决定暂时留在白云县，一边跟着沈青山修炼功法，一边查清洛丁村被屠的真相。沈青山，你怎么看洛丁村的惨案？对方行事有术，训练有术，毫无线索，动手之后没留下半点痕迹，为什么要屠戮洛丁村呢？我们只是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怎么会惹到这样的狠角色？沈青山，你说洛丁村的惨案会不会是无故屠戮无辜百姓，多半是为了灭口？或许是洛丁村里的某个村民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。洛丁村到底为何被屠？这个问题不止模拟里的我想不通，我到现在也依旧摸不着头绪。第2年，19岁，开始择条抽取，抽取成功，午睡万岁。白，你午饭后必须午睡，不然一下午没精神。是否调整词条？白词条而已，没什么替换的必要，选否？在三姐家待了1年，你跟着三姐夫练武，虽然武道境界没有提升，但功法都有精进。你将外功从低阶的莽牛劲换成了中阶正阳诀，血气提升速度有所上升。奈何你只有低阶根骨，所以也快不到哪儿去。沈家枪和焚云手先后入门，有了这2门武学加持，再加上1年来和三姐夫的对练，你的实战能力已经大大提升。在三姐夫的介绍下，你参加了白云县斩妖司的斩妖人考核选拔，在一众考核武者中，你的武道境界基本处于垫底，但是你有认真的一拳。比试过程中，你的对手总是被你出其不意的一拳头砸得找不着北。你顺利进入了斩妖司，成为了一名斩妖人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。不过斩妖人没有编制，类似合同工，得达到沈青山那样的斩妖使级别，才算入了朝廷的官员名册，才是有编制的。你进了沈青山的斩妖小队，平日跟着三姐夫当差，没事就请教武学，十分方便。一日，沈青山接到司内任务，白云县东边的火旺村有牛妖作祟，主司命沈青山带队清剿。你们一队斩妖人驾马出城，来到了火旺村。进村一看，这里一片祥和，不像有妖怪作祟过的样子。你们分头调查。一约间，你听到了一声求救，便循声追去。你推开了一座院落的大门。入眼是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，还有空气中新鲜的血腥味。一道黑影从角落里忽然杀出，你本能的拔剑格挡。对方力气极大，身上坚硬无比。没等你看清楚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你已被他撞倒在地。而你手中长剑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竟插进了一具尸体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院子外面脚步声大作，县衙捕头韩生领着20名捕快一拥而入。大胆陈毅，知法犯法！屠杀火旺村3户18人口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蒙圈了啊！我懂了，这就是一个局，本该坑沈青山的局，阴差阳错落在了我身上。哼，官差明显是早就在这儿做好了准备，谁进这个院子，他们就抓谁。能调动县衙捕快和捕头的，只能是县令了。这个白云县令有问题啊！还好，只是模拟，被坑了也无所谓，全当提前踩雷。你不愿束手就擒，一边和捕快们交手，一边解释你并未杀人。我没有杀人，是妖怪杀了人，我刚追进来。还在狡辩，我们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韩生也是武者，和沈青山一样是巨灵境，再加上20个捕快手持锁链从旁协助，你不敌他们，被铁锁捆缚活捉。沈青山和斩妖队的人赶到，见状拦住了韩生。韩捕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抓我的人？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休想把人带走！沈青山，你手下这个斩妖人滥杀无辜，以武犯禁，我当然要抓他。你如果阻拦执法，我连你一起抓。胡说八道！陈毅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。他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杀人？带回去审问一番不就知道了？沈青山深知衙门牢狱的恐怖，坚决不让韩生把你带走。双方眼看就要动手，一道严厉的声音传来：沈奇官，你在干什么？来人是白云县斩妖司主司风余城，沈青山的顶头上司。他的武道境界在白云县首屈一指，已经达到淬魂境。风余城一出面，沈青山知道他今日没法将你留下，无奈只能看着你被带走。四弟，你放心，姐夫不会不管你，我一定会向县令大人申冤，为你主持公道。你此时已经明白过来，这是一个圈套，为防三姐一家被牵连，你连连说道：姐夫，不必管我，保护好三姐和我外甥女。这只是模拟，我根本不怕死，最多少抽几个词条而已。县衙牢狱之中，你被绑在拷问架上，眼前是密密麻麻的刑具，烙铁皮鞭，一刀月斧钉以木驴。陈毅，我劝你老实交代，乖乖认罪，不然……我认罪。啊，对，
人是我杀的，全他妈是我干的，口供应该写好了吧？拿来盖手印儿，大家都挺忙的。不愧是我，明摆着喊冤也会被严刑拷打到被迫认罪，还不如直接承认，省掉一顿皮肉之苦。陈毅，火旺村案你是否认罪？认。西平村入室盗窃杀人案你是否认罪？认。广山村耕牛被杀案你是否认罪？认，赶紧的，不就是给县衙屏障吗？我懂。你安了手印后，韩生也没了脾气，把你放回了大牢。没过几天，衙门升堂，那肥头大耳的县令坐在上面，走了个过场，最后判你充军。发配充军，判你个充军3000里，退堂。充军？正常情况肯定是砍头的，就像上次模拟里的沈青山，怎么会改判充军？近年和南疆那边战事紧张，官家大发圣恩，凡是死罪情有可原的，皆可改判充军。想来是我一口气给这县太爷平了这么多悬案烂账，所以才算情有可原了吧？上路这天，一对钢钩灵器插进了你的琵琶骨，封锁了你血气的运转，令你发挥不出多少武力。陈月和沈青山带着他们的女儿来送行。该走了，别耽误时间。三姐笑脸盈盈地走上去，给这俩衙役塞了一些银子。2位官爷，不妨去喝点小酒，暖暖身子再出发，也不迟哈。别说太多话啊。是。看着三姐对俩小官差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你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是姐夫无能，救不了你。陈韵已经控制不住眼泪了。四弟，你姐夫也尽力了，只能改成充军。你这才知道，没有死刑是因为沈青山在外面的走动。这次恐怕把三姐一家的积蓄和沈青山祖上留的财富全部掏空了。三姐，姐夫，别担心，充军挺好的，万一我立了军功，说不定还能荣归故里呢。沈青山心里很明白，在这武者的世界，一个底层武者想在战场立功有多难。四弟，城外20里，我安排了2位亲信接应，到时候他们会冒充劫道匪徒，打晕差役，之后你便不必如此。四弟，县令威胁过你，如果敢跑，就连做你三姐一家。你不想牵连他们，舅舅早点回来。三姐一家目送着你离去，她已经哭成了泪人，还不懂事的外甥女冲着你挥手。第3年，2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过目不忘。子，你拥有超级记忆力，你的所见所闻都会牢牢记住。是否调整词条？哟，1%概率的紫色史诗词条就这么水灵灵的抽到了，我挺欧啊。仔细一想，也对，0.001%的神话词条都能抽出来，1%还不是洒水。过目不忘这个词条必须换上。想靠武力在战场上立功，得比拼武道实力。我现在的水平显然不够看，可如果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，说不定会被重用。该死的县令，等老子立功为将，回去砍了你丫的！白云县位于大前皇朝的青州巴陵郡，大前统一了整个中原大地，有2京18州。青州以南便是苏州，位于苏州最南端的镇南边军是你此行的目的地。这一方世界面积广袤，横跨2州的距离，你们足足走了1年多才到。中原大地的南边是南疆，面积不比中原小多少。南疆有上百个小国，他们内部攻伐不断，也时常侵扰中原。镇南边军就是在南边威慑和抵御边患的。作为充军犯人，你进军营后被分配到了无甲无兵的杂役营，负责削木桩、搭帐篷、处理营地卫生之类的脏活累活。和你同帐的10几个士兵也是犯了事充军的，他们都是兵痞行径，只要没人看着，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群人。其中一个叫老刘的老兵是这一仗士兵的老大，见到你个新来的，准备给你个下马威。新来的，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啊？杀人，放纵，杀几个呀？100多个吧。你没胡说，县令拿你当屏障的冤大头，以前找不到凶手的案子全算你头上了。陈老大，你不知道，南边到了冬天也冷，这帮管军需的混蛋层层盘剥，发给我们的棉被里面摸不到几块棉花，你多盖一床省得冷。老刘老大，我这什么老大？现在我是老二，你和二牛盖一床，晚上一起躺，还能互相取暖。被强行拿走被子的那哥们儿一脸苦相。
我反正行的嘛。见状，你觉得自己晚上睡觉得小心背后，不怕战友背后捅刀，就怕那不是刀。第4年，21岁，凭借县衙判决文书里那杀了100多人的官方背书，杂役营里的士兵都知道你是个狠人。有时行军途中会和敌军遭遇，老刘他们这些老油条就会教你怎么偷生，吃腐烂食物拉肚子，提前避战，打起来装尸体，为了逼真砍自己几刀。打起来装尸体，为了逼真砍自己几刀。第5年，22岁，你已经逐渐适应兵营的生活，只要得空你就默默练功。这一日，你路过新兵营，看到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，过目不忘，让你能记住所有见过的人的面孔，所以你认得他。你分明记得，大约1年前，在行军途中被南疆军队打伏击的时候，这个麻子脸的男人是敌军中的一名马弓手。卧底吗？敌人从外面打进来，多多少少能有所防备，身边有卧底背刺，那这日子可过得太提心吊胆了。你不敢肯定，没有立刻去揭发，而是通过和杂役营的兄弟不断换活，以盯着这个麻子脸。倒不是为了立功，而是怕他搞事坑死你。麻子脸结束新兵营的训练后，被分到了火器营。你发现他主动申请做火药看管。张3，火器营营长同意了。你瞬间明白他想干什么了。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最近几个月都没有战事，将士们的警惕心下降了很多。严禁明火的火药库里，麻子脸手持一个火把，借着职务之便溜了进去。这一炸足以让前军乱了阵脚，没了火药，他们的火器就派不上用场，我大苗国的项军将再无阻力。你是不是在疑惑怎么还不爆炸？把这个奸细给我拿下！你们一行人带着奸细来到帅帐之中。这一支边军的统军将领名叫孙承恩，他一身黑铁甲胄，不怒自威，身上散发着让人畏惧的强大武者气息。孙承恩没想到你们几个充军的杂役兵竟真抓住了一个奸细，他没有当场就相信你，只是将火药秘密转移到其他地方，将火药库留在原地，看奸细会不会暴露，也想看看你有没有说谎。还好这个奸细动手了，不然你谎报军情，肯定会被军法处置。参见将军。虽然你们立功了，不过我不能给你们记功，因为你们都是违法犯事，被发配到我这里的，本质上是犯人。我大前律法规定，犯人不可记功。将军，其实我们很多兄弟都是在老家被冤枉的，这些地方官员强取豪夺，胡乱判案，尽欺负我们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。够了，我不是你们的县太爷，没有义务给你们申冤。不过你们也别觉得委屈，不记功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赏赐。这份赏赐你想要吗？1. 要，有钱不要王八蛋。2. 不要，为国尽忠，这是我大前子民应该做的。3. 不要，但是我想要点别的。选项3没直说，是类似自由发挥，看剧情如何发展那种吗？这种选项可能有风险，但孙承恩不像个不讲理的人，不至于因为自己说错一句话就要打要杀的。选这个也许有意外惊喜。你选了3，副将端着银锭走到你面前时，你没拿。你这杂役，将军赏赐都不要，莫非你也想在这申冤？我没冤情，我不想要银子，这东西没什么用。感情他是真杀了100多个人，连将军的赏赐都敢拒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想领兵？我不懂打仗，我想要能增进修为的丹药。在军营待了几年，你知道军需中不只有吃喝用度，还有修炼资源。在这个世界，军队里的精兵都是武者，他们一边当兵一边修炼，给他们提供修炼资源是军饷的一部分。炼体3段，你2年来都没怎么进阶，应该只有低阶根骨吧？将军怎么知道我2年来没提升？一个做杂役的武者，我当然要关注。万一你也是个奸细呢？你知道孙承恩是凝神境武者，武者到了这个境界，会拥有神识，能探测他人的修为。将军安心，我虽是犯人，但来历清白，纯种大前人。这些年卖国贼我见多了，一个1年前在你面前一闪而过，混在几百个人当中的小兵，你是如何记得他的？我只是单纯的记性好。我不信。谁能记得3个月前的早上吃了几口稀饭这种细枝末节的事？
19口。你在拿我取乐吗？将军大可测试我的记忆力。孙承恩当场命手下搬来账目，考验你的记忆力。可不管如何考验，你都能清晰地记住所有细节，对答如流。赵虎不足钱万贯，马夫。陈老大真是神人啊！明日再来我帅帐，将方才你我之间的回答一五一十地复述一遍。是。就算隔一夜，你不会让他们失望。过目不忘可是史诗词条。那必须的。史诗词图的含金量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次日，孙承恩终于相信你天赋异禀，天生拥有超级记忆力。如此良才，放你在杂役营里浪费了，不如留在我军中做个参军。我虽不能给你记功，但可以将你所有的功劳和付出都换成你想要的丹药和晶石。五行晶石类似修仙世界中的灵石，武者能直接吸收里面的天地精华，增进修为或补充3气，是最宝贵的能源资源。属下遵命，能有源源不断的丹药和晶石辅助修炼，属下求之不得。陈毅，你只有低阶根骨，即便靠着丹药和晶石催生修为，这一生能达到的高处也很有限。而且军中给的丹药品质较低，吃多了对身体绝无好处。为何执着于修炼一道呢？将军，人这一生都有为之拼命的事情，明知不可为，亦要为之。我陈毅也不例外。你也很清楚，努力必有收获，只能给你一个兜底，让你的付出不至于一点收获没有。死之前多抽几个词条，万一又欧了呢？没错，苟住才是王道，多活1年多抽一次词表，指不定下次就出史诗级词表了。在接下来的模拟中，陈毅在军营中混得风生水起，过目不忘词条让他成了全军的香饽饽。他就像一个能整理情报的强大数据库，但凡遇到点问题，孙承恩都会去咨询陈毅。在军营里，陈毅俨然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连带着老刘他们这些杂役兵也跟着鸡犬升天，无人敢惹。陈兄弟，我老刘也敬你一杯。久而久之，陈毅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大伙儿都知道了。依赖他的不只是孙承恩了，军需官、督军、斥候等等，全都离不开他。孙承恩言而有信，陈毅发挥了这么多的作用，可是又不能记功，那就只能使劲给他赏赐，晶石、丹药、灵气、钱财供应不绝。孙承恩没有赏赐女人，他和其他领军将领不同，他不拿女人当战利品。义父，属下愿效犬马之劳。妈呀，这充军充的挺爽啊，我都想充军了，我也有过目不忘呀。第15年，32岁开始词条抽取，抽取成功，羽毛球高手。白，你的右臂力气是你左臂的2倍，臂围也是。如果你是左撇子，则反过来，是否调整词条？这个白色词条还挺有用的，和认真的一拳组合起来，等于能打出常态20倍的全力。模拟器必须装备，不然模拟会停下。低阶根治必须装备，不然没法修炼。过目不忘，本局 MVP 肯定不能摘。认真的一拳，战斗力的保障，唯一能替换的只有努力必有收获。可和羽毛球高手比，我还是更希望前者能继续发挥作用，虽然不多。一转眼，你在军营中又度过了10年，在海量丹药和晶石的帮助下，你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炼体9段的巅峰，距离巨灵只差临门一脚。但是这一脚踢了2年还没踢进去。孙承恩说有一种叫巨灵丹的丹药，能帮助你这种根骨差的人突破巨灵境。但是这2年战事不断，军需处送来的巨灵丹因为边境战火纷飞，不知道送哪儿去了。苏州、兖关，孙承恩和他剩余的2万边军被大食国蛮象大军围困在此。这是一座要塞小城，城高河深，易守难攻，但面积不大，城中百姓较少。这里有一座大型粮仓，里面的粮食还足以支撑半年以上。将军，那帮南麻子又在城外叫阵，让我出战吧！你要去就一个人去，我不拦着你，别带兄弟们去。不是将军，这大石象军手持15米长灵气巨枪，胯下6米高的蛮象异兽，虽只有数百骑，但足以和我们几万步兵对冲。将士们在他们手上吃的亏还不多吗？这几日在城墙下溜达的象兵变少了，即便有过来骂街的，那些蛮象看着也有些萎靡不振。我估计这些异兽可能适应不了中原的气候，染了疾病。但是也要当心，这是诱敌之计。大鄂的军队现在深入我们苏州腹地，后勤线拉得非常长，只要我们坚守不住，出报！下发金牌谕令，是令苏边军统领孙承恩立刻出城迎战大鄂军，收复失地。这已经是第10道催促我们出战的金牌了。皇帝怎么回事？光知道催我们出战，一点援军也没看见呀！奸臣当道，蒙蔽圣听。陛下恐怕以为苏州丢了10几座城，是我们边军怯战故意放的。吞军！孙承恩再一次抗旨不遵，他陷入了两难境地，要做忠臣，又不能眼看着手下弟兄出去送死。明明是功力深厚、正值壮年的武者，头上却爬上了白色的发丝。孙承恩的两难境地终于在2个月后，朝廷的钦差大臣到达兖关后结束了。外面围城的敌军一听钦差大臣是来催孙承恩出城迎战，当场8抬大轿把他送了进来，还加送锦衣玉食。钦差大臣宣读圣旨，命令孙承恩若是再不出战，
将问罪处斩。事已至此，孙承恩无他路可走。入夜，书房内，你和孙承恩的副将以及几位亲信被他叫了过去。明日开南门，我自领悬赏万户侯取我，只要我出现，敌军一定会蜂拥而来。届时，其余将士扮作百姓，和关内百姓一起从北门离开。将军，皇帝逼你去送死，还效忠他做甚？反了吧！反了吧，将军！将军您比那狗皇帝英明百倍，这皇帝之位你怎的就做不得？风水轮流转，愿誓死追随将军。哼，陈参军怎么不说话？因为我知道将军的秉性，宁死不做反贼。在这个武者的世界，简直是地狱级别。最顶尖的武者势力正是大前皇室，没有顶尖实力，根本不可能成事。但是将军，就算不造反，也没必要明知必死也要出战，还有其他路可走。不必说了，将那钦差一已决。将军，我记得你曾说过，有些事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。半夜，你思绪万千，难以入睡。孙承恩是一个让你敬佩的人，他兵法娴熟，用兵如神，以8万的牺牲挡住了大食国100万大军的攻势。但明日就是这位英雄将领落幕的时刻，今夜你无法安睡。李二狗，吃了吗？好嘞，好嘞，今晚还有酒喝呢。赵铁蛋儿，上次的箭伤好些了吗？伤没好别喝酒呀。宋瓜，又赌钱呢？让将军知道了，非得打你80军棍不可。你走着走着，看到不远处一群士兵围在一个大火堆旁，伏在几张桌子上低头抄抄写写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孙承恩的亲兵，个个都是金身以上境界的武道高手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半夜的不喝酒睡觉，居然在写字。他们不是在练字，是在誊抄各自的家传功法。这些人家里要么没有后人，要么后人没有根骨。为了避免死后家传功法失传，他们决定今晚每人各抄一份带在身上。明日一战，只要有一个人活着，就负责将其他人的功法传承下去。虽说家传功法不外传，但我等沙场兄弟比亲兄弟还亲，互相学习传承，一点也不碍事儿。其实何必这么麻烦？而且万一，我是说万一你们都没活下来，今晚通宵抄写也白抄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把这些功法给记住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开个武馆，将你们的家传功法发扬光大，如何？哎呀，怎么把陈参军的神仙脑子给忘记了？他看一眼就能记住了。得到众人的允许后，你没费多少时间，就把30-40本涵盖外功、内功、心法、武学的功法、剑术记在了脑中。我都记住了，定不负所托。次日，南门洞开，孙承恩身着将军甲，手持2丈矛，身下红鬃烈马，身后800亲兵。尔等要战便战，勿伤我城中百姓一人。孙承恩身后的800亲兵跟着将军悍不畏死的冲杀，大破敌军阵型，扰乱了对方的围城部署。围城的大食军见状，纷纷向城南聚拢，誓要取下他的首级。北门的防守瞬间变得空虚。陈参军，我们现在已经出城了，下一步呢？军官们沉默，士兵们瞬间明白了孙承恩的真正用意。将军让他们出城，只是为了让他们逃命，根本没有什么下一步计划。好，我李二狗这辈子居然能叫一个大将军为我殿后，哈哈哈！回老家说了也没人信啊，那就不回去了。将军不走，我们也不会走。弟兄们，不准回去！妈的，不就少抽几个词调吗？我他妈燃尽了！你俩干啥呢？放开我！将军有令，万一参军不自量力要存战，就把你强行带走。不行，放开我！将军，我不能走啊！将军，我要和边军同生共死啊！不料，大食军在北边设了埋伏，逃亡的百姓经过时，大量敌军杀出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大肆屠戮。孤身一人的你，在混乱的战场上东窜西逃，流矢在耳边呼啸而过。你脸色惨白，手足无措，只觉得自己随时都要死。这会儿你是一点也不燃了，只想活下去。陈老大，快过来！快进来呀！这里面很宽敞，绝对不会被人发现。嗨，你又受苦了。第16年，33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蜘蛛感应绿，当危险靠近的时候，你会汗毛倒立，起一身鸡皮疙瘩。是否调整词条？这个挺有用的。反正境界卡在了淬体巅峰，哪怕一直修炼，靠自己突破巨灵境也很难。不如先把努力必有收获换下，用蜘蛛感应。你用蜘蛛感应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。凭借蜘蛛感应，多次对危险做出提前感知。你和老刘在战场上捡了一条命。这一战，苏州边军全军覆没，眼观百姓无一幸免。孙承恩倒下后，大食军队再无绊脚石，一路长驱直入，连下苏州31城，完全攻占益州。可笑的是，朝廷依然认为是孙承恩的边军阻敌不力，导致小小的南疆蛮人
竟能占领中原一州。你以后要以姓埋名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不一定有人记得。可你在边军里太有名了，让朝廷知道你还活着，一定会捉拿你。我想找个宗门拜拜，看能不能收我做个大灵徒弟，然后赏我一颗聚灵丹。我听孙承恩说过，大陆上的武道宗门不参与战争和政治，半人身份影响应该不大。你还想着突破聚灵境？不是我说，这玩意儿也是看气运的。有些人低阶根骨突破没压力，有些人一辈子都上不去。还是别浪费这个精力了。第17年，34岁，四处寻找武道宗门的路上，你们顺道去了一趟老刘的老家，看到老家断壁残垣的房屋。老刘得知，作为家里唯一的亲壮，在他被充军没几年后，他的父母被吃了绝户，妹妹更是被卖到妓院，没几年也死了。那一天，一向吊儿郎当的老刘消失了3天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皇上到现在还认为孙承恩没死，不知道躲在哪儿避战，还下了海捕文书，要护龙司满天下抓一个死人。何止啊！自从大然国拿下苏州、南疆各国、西凉3大王朝、北境诸部全都蠢蠢欲动，都想来中原分一杯羹。大前皇帝一看3面开战顶不住，居然决定把百花公主下嫁大食国王，再割让苏州的土地求和，真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。摔得好，茶水免单，凡食客因朝廷丧权辱国而气愤摔碗，统统免单。是咱们大钱的人，怎么就打起咱们大钱的百姓来了？这大钱啊，就像这些被摔碎的碗，烂了。值此家国飘摇之际，你将何去何从？前面说过，这个世界造反必败，更何况我这个小卡拉咪，所以1不能选，选择3比较稳，能活更久的几率更大。但选择2，说不定有机会得到聚灵丹，没有冒险精神，怎么能成功呢？我选择2。你选择了2，孙承恩的死已经令你对朝廷彻底失望，所以你不再关心大钱将走向何方，今后你只想尽量活得久一点，多抽词条，以及找到一个愿意收留你、给你聚灵丹的武道宗门。陈老大，我没有家和亲人了。以后我想跟着你，可以吗？也好。第18年，35岁，你已经拜访过一些小宗门，但都吃了闭门羹。这已经是你今年第4次遇到屠村，你们走到哪儿，他们就杀到哪儿。可奇怪的是，无论是在村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还是死了，蜘蛛感应都不曾有过反应。陈老大，我们赶紧走吧，万一凶手还在附近。走吧，这些人，命不好。我的亲人也是被一伙神秘人屠村的，难道屠洛丁村的和今年碰上的这些屠村凶手是同一伙人？第23年，40岁，你依然没有放弃拜师，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在军营期间，炫丹药炫太多的后遗症开始浮现，令你时常咳嗽。你必须每日勤加修炼，才能抵御血气的降低。老刘啊，这次要是还不行，我想回老家歇歇了。正好这一带离白云县也不算太远，我还有点积蓄，开个吴刚年将军签兵们交代我的事情完成。这几年在外面东奔西走的，着实有些累啊。陈老大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开武馆我就给你当扫地大爷。怎么会？村民是凡人，恶人要屠他们很容易。可这凌风阁就算不是什么大势力，怎么也被屠了？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你走到哪儿，屠杀就跟到哪儿。可为何蜘蛛感应始终不发酵呢？这是什么拉卡的稀有私用？陈老大，你快来，你看这是不是聚灵丹？是的，这是聚灵丹。太好了，你我一人一颗。没想到我这辈子也有机会到聚灵境呢。看上去要突破了，一旦突破聚灵境，等模拟结束，现实中的自己也将成为聚灵境武者。这小小的黑石帮最厉害的帮主，也不过炼体9段。聚灵境在这里就是降维打击，到时候我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，7进7出都行。黑石帮，你们的末日要到了！呵呵。随着药力的逐渐化解，你的体内开始浮现第一缕灵气，成功了！你成功突破至聚灵境，高品质词条抽取概率提升，可装备词条数加2。老刘，你怎么认识聚灵丹？我可没跟你说过聚灵丹是什么模样。你在军中有人跟你说过吗？你，我不认识聚灵丹，但是我可以问他们。是你屠了凌风阁，也是你屠了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子。正是。不对，你哪有这种实力？曾经没有，直到6年前，我得到了这个。在第1次模拟中，同样是这一年，在我40岁的时候，万魂幡白云县有一位手持万魂幡的魔道武者，在县城大肆屠戮，还害死了我的女儿。说不定真是同一个人。哦，陈老大，你也认识这宝贝？果然是宝物，名气就是大。那些村民，他们那么热情地招待我们，还有那些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？只要能供养万魂幡，万魂幡就会反哺我修为。我这么差的资质，短短6年就达到了淬魂境。若是正常修炼，怎么可能？这可真是个好宝贝。别傻了，看看你凹陷的脸颊，他不是在反哺你，他在利用你，这是个邪物，快把它丢掉。那又怎么样？变强不需要付出代价吗？这是什么破世道？我遵纪守法，那些当官的拿我顶罪，害我充军。我的家人善良敦厚，被那些恶民吃了绝户。你敬佩的孙承德将军又如何呢？还不是被逼死了？自己活下去，变强才是天经地义，才是唯一王道。来吧，陈毅，我不会伤害你。
无论是在军营里，还是从眼关逃出来，你帮了我很多次。我这个人知恩图报，这大宝贝你我共享，如何？他在骗我，8成是老刘快老死了，万魂幡想找下一个冤大头。此时的老刘极有可能已经被邪物彻底控制。老刘，你慢慢疯吧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哈哈哈哈！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正阳诀，3阳开泰。陈毅，你跑不了。看来这把只能到这儿了。大胆魔头，休要再伤人！3将军18门派，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，诛杀你这魔头！诸位道友，定要销毁这万魂幡，不能让他再祸害人间！杀！追！绝不能让他跑了！这还有个活口，他被万魂符正面吸食了元气，活不了了。我们快去追魔头吧！呀，是恩公，师傅，让我照顾他吧。你自便吧。万魂幡里的恶鬼吸走了你大量的生命元气，让你几乎濒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浑浑噩噩的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你知道有人在照顾你，但是一直看不清他是谁。第24年，41岁，你用蜘蛛感应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，你终于恢复了元气，能正常清醒了。你醒了？你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想来就是她一直在照顾你，将你从阎王门前几次拉了回来。久病床前尚且无孝子，人家照顾了你这么久，绝对是恩人。恩公在上，请受。雪玲珑，太好了，恩公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！别跳了，屋子要塌了！不是，怎么是你呢？还有，你干嘛叫我恩公？叫反了吧？当初在白云县当山贼，偶然碰到了你。你是许玲珑吧？你要小心飞虎寨的2当家。这话我记心里了，一直小心提防。果然发现2当家有问题，在勾结官府。可惜我那将种老爹不相信我。官兵上山围剿的时候，他战死了，我只好自己逃生。后来辗转来到3将军，被清汤门发现有中阶根骨，收我做了徒弟。1年前，我和宗门长辈去对付魔头，正好碰见了你。人各有命，人各有命。恩公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嫁人。作孽啊，这都能遇到许玲珑，真是无言以对。模拟里也就算了，现实中我可不想和他有过多纠缠。你在最近的马口镇落脚，许玲珑打着清汤门的名头帮你招生，武馆很快开了起来，你取名为承恩武馆。第27年，44岁，马口镇只有你这一家武馆，生意红红火火。你安心当老板，大多数时候都在养生调理身体。大春，义哥，哎呀，义哥，你也在这要饭吗？来，我给你挪个位子。大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在悦来客栈，跑到马口镇来了？他又是谁？三姑父把我交给大春哥哥，引开了官兵，我和大春哥哥一路乞讨，才走到这里。楠楠，我是你舅舅，别怕。你看，我眼角有颗和妈妈一样的小痣。县衙，我迟早要你们血债血偿。第28年，45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有妖气，律，凡妖所过，必留妖气。妖气在你眼前可视化，是否调整词条？这个有用，装上，能看见妖气，以后就能避开很多妖患了。你装备了有妖气词条。第29年，46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姜还是老的辣子，你的修炼速度、肉身强度、血气等等不会随着身体衰老而衰减，且越老修炼速度越快，最高可以提升5倍。是否调整词条？又出货了，史诗现在装上正好。模拟里的我因为单独和万魂幡已经提前衰老了。你用姜还是老的辣替换了认真的一拳。没想到楠楠竟然有高阶根骨，是个好苗子。玲珑，麻烦你把楠楠带去清汤门，她有习武的天赋，留在这儿太可惜了。舅舅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你这2年咳得越来越厉害。玲珑姨送你的药汤要按时吃，别嫌苦。楠楠放心，我会监督一哥吃药的。你早点回来吃晚饭。第33年，50岁，你的身体机能仿佛七老八十，但在努力必有收获和姜还是老的辣双重作用下，你突破至巨灵3层。第35年，52岁，你把武馆的生意交给了大徒弟田文，他经商头脑出众，把武馆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第38年，55岁，你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修为却突破至巨灵5层。你自知时日无多，决定前往白云县查清当年的真相。好像在模拟里待久了，我就会淡化这是模拟的印象，不像一开始那么潇洒，而是多了很多羁绊。其实现实中的我不也是这样吗？在这个世界生活了18年，对家人朋友的感情都是真的。这白云县里竟然到处都飘着妖气，颜色深浅不一，看来有不少妖藏在这里。来者何人？听说这里以前的老板娘人很好，怎么换人了？哎，别提了，10几年前
有个魔头拿着万魂幡在县里大肆杀戮，老板娘的女儿也被害死了。老板娘伤心过度，没多久就郁郁而终了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有人闯衙门，快拦住他！羽毛球高手和认真的一拳叠加，打出常态20倍的全力。快去虎龙寺，请主司大人！等着！放了县令，大胆狂徒，不怕护龙司诛你9族吗？县太爷，别来无恙。我们认识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认识你爹。没想到县令还能世袭，你们这一家到底走了多少关系？什么走关系？我是凭本事科举高中的。行了。别废话了，我今天来只是想查2个老案子。30多年前，有个叫陈毅的斩妖人被你老爹判了充军，还有一个叫沈青山的斩妖司奇官被你老爹判了杀人罪。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可以不杀你。我爹断案严明，从未冤枉人。我说是冤枉的，真凶给钱，我们找人顶罪。不对，你没说实话，找人顶罪很正常，但是算计一个斩妖使和一个小奇官，你爹怕是肥油进了脑子。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老壮士饶命啊！我说那个陈毅是个误会，本来火旺村的案子就是想丢给沈青山的，没想到被他撞上了。后来我爹又筹划了一下，沈青山终于上套了。一直算计他是因为沈青山在查衙门的一些命案，那些命案其实都是妖干的。什么妖杀的人？那我们之前抓的都是冤枉的，县太爷为什么要帮妖啊？把妖杀人的案子冤枉给人，为什么？我让你们去护龙司找人帮忙，谁让你们去斩妖司的？嘴巴不牢的东西。你不懂阵法，但从笼罩整个县衙的光幕来看，他已经把这里彻底封锁，任何人都进出不得。你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，今天全都得死。风余城可是淬魂境武者，在这小小的白云县里，除了护龙司里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龙卫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凤主司，饶命啊！上有8尺老母，下有3岁娃娃。凤主司，我什么天见？我是个聋子。人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没死在充军路上，就找个穷乡僻壤苟活着便是。所以你才是幕后黑手。风余城不知道，你确实是这么干的，只是这辈子有点倒霉，先是单独整多了，后来又被老刘坑了一把，所以时日无多了。为了不浪费一次模拟的机会，这才回白云县大闹县衙。真正和妖族合作的人是你，县令不过是听你的话，利用职务之便掩盖白云县里的妖魔害人事件。若地方长期有妖魔作祟，朝廷会问罪当地斩妖司，但妖魔是吃人，于是我想到与县衙合作，将妖杀人案件改成是人杀人，随便嫁祸几个倒霉蛋，如此上面会认为白云县妖患不多，我与这一带妖族的合作就能长期维持。你想起了一些细节，当初在火旺村，你中了圈套，捕快们要抓你的时候，风余城也出现在了那里。正是因为风余城出面，沈青山才无法将你留下。眼看着你被官差带走，沈青山发现了这些命案的猫腻，一直在调查。风余城和县令便设计陷害他，只是在这一次模拟中，让你误打误撞栽进去了。你被充军后没多久，他们再次算计沈青山，引发了沈青山的反抗和后面大春带沈思清流浪的事。原来如此，这下我都明白了。小小的白云县竟然水这么深，贪官恶吏妖魔3方竟然串通在一起，拿白云县的老百姓当自助餐呢。这件事很重要，等模拟结束后，我必须去告知三界府，让他收手，免得被封进来看是来得及的。县令和风余城算沈青山是在1年多以后，这会儿的沈青山可能还没涉足这趟浑水。你这么帮助白云县的妖族，能从他们手上得到什么力量？我和你一样，不过是低阶根果，所以你能明白，像我们这样资质差的人，要修炼武道有多难。我和妖族合作，他们用新鲜人血和妖气为我炼制血妖丹，助我突破天丝的禁锢，不断提升修为。这下你明白了，为什么白云县里这么多妖气，连妖族都有保护伞了。什么情况？阵法好像在给他提供力量，他都已经是淬魂境了，还要提升力量，我们今天是非死不可吗？是的，你们都死定了。你十分坦然，反正你也时日无多了，与其死在病床上，不如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中倒下。虽然结果一点也不轰轰烈烈，你和风余城本就有境界差距，再加上他为求速战速决，还利用阵法提升自己的力量，差距就更大了。在你闭眼之前，他最后看了你一眼。不要怪我，武道为尊的世界，我不这么做就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。等着，
我们下辈子再斗。模拟评价：顾目不忘抚匠心，忠魂倒地国不宁，身怀残阳思旧梦，白发全开黑夜明。恭喜你获得以下继承：1、39年的游历技艺；2、巨灵5层的修为；3、过目不忘子，姜还是老的辣子，武学沈家枪，精通武学崩云剑法入门等等。模拟结束。巨灵5层的修为，我终于能感受到灵气了。用灵气催动的武学，比单纯用身体蛮力轰出去的会强大很多。这次模拟继承下来送的4门中阶功法，从孙仇恶亲兵们手上得到的家传功法也有几十本，所有功法都藏在了我的记忆之中。如果哪天能发挥作用，随时可以取出。金色和彩色的概率，单从数字来看，都提升了10倍啊！燃璧木，俩加起来才2%，想抽中还是得靠运气。模拟冷却中，剩余1年，你可以选择完成以下指引任务，直接获得模拟机会。指引任务：离开黑石帮，带大春前往白云县老家。黑石帮已经困不住你了，回家吧。游子奖励：1、模拟次数加1；2、精品词条抽取次数1；3、引灵丹10。还等什么？陈教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？我不吃香菜，谁让你在中午的火锅里放香菜的？陈教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吴队长，是香菜，陈教官不吃香菜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必慌张，那是个奸细。奸细？快带我去库房！我方才从这奸细口中逼问出，他还有同伙，已经混入库房当值，今日准备将库房中的银两全部弄走。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在现实世界里，钱财是生活必需品，我可不想花时间去赚钱。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劫富济贫了。那是库房的钱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陈教官，跟我来！好，你们这帮奸细，果然在偷银子。二狗子，你去通知帮主，其他兄弟给我宰了这帮混蛋。后面没人啊！这巡逻队长说我们是奸细，我们是把一些书籍档案搬出来晒太阳，防止上煤啊！干什么？姓吴的，你疯了！姓吴的，你要造反吗？放屁！你们这些奸细，今天一个也跑不了！狗咬狗，这都是靠压榨可怜人赚来的民脂民膏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。库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没法都带走，剩下的也不能留给黑石帮。待会儿去码头接大春，顺便让码头的苦力们来库房自取所需，把黑石帮的财产全给他瓜分了。这个面具，屠了我亲人以及整个洛丁村的神秘人，脸上戴的就是这个样子。黑石帮怎么会有这个面具？难道黑石帮参与屠村了？什么情况？这是都是自家兄弟，怎么还真刀真枪干上了？谁跟一群奸细是自家兄弟？四当家，姓吴的要造反啊！都别废话，没有人能骗得了我石老四。只要把你们都干掉，麻烦就没了。上！搞定了！我就说没人能骗得了我。陈教官，不需要你帮忙了，我已经解决了这帮麻烦的家伙。四当家，不对啊，陈教官好像在偷钱啊！姓陈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堂四当家，缺钱用的时候都只敢偷拿一点，你怎么能一下子拿1箱？这个面具是谁的？不认识。你先把那1箱钱放下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不认识你就去死吧！有何？你小子和帮主吃一顿饭就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是吧？你们都别动，我要亲自教训他。还愣着干嘛？上啊！还有羽毛球高手的作用，让我的右臂能拥有双倍力量，砸箱子的力度更狠了。再问你一遍，认不认识这个面具？陈大哥，我真不认识这个面具，你能不能拿个我认识的问我？我绝不说谎。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无妨，等下去码头问问帮主13。境界压制，词屌效果，手持灵气，3大优势让我在黑石帮如入无人之境。陈毅，你果然是假意投诚。哇，那你可真聪明，这都让你看出来了。给我上，砍死他！老大，上去的兄弟都被他砍死了。没胆量的东西，你们就是因为畏畏缩缩，才让他逐个击破。如果你们一起上，他就是再厉害，能一下子杀光你们所有人吗？你们怎么都不干活了？大春，你也不用干活了，我们回家。
好，我听一哥的。 2堂口给我堵住码头出口，3堂口的人上船堵住水路，其他人跟我一起上。我们黑石帮还能让他一个人灭了不成？我今天就要带他走，我看一下你们谁有胆子拦我。这不仅是境界的差距，也是战斗意识、战斗技巧的天壤之别。我继承了2次模拟的记忆，还从过军，战斗经验之丰富，甚至可以将兵法活用在此刻的对拼之中。上啊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帮主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不是炼体境，他那灵气能变得滚烫，肯定是用灵气催动了。他是聚灵境。我用你教我，聚灵境怎么了？他不会累吗？接着上，要上你自己上吧。陈毅，你可别忘恩负义。没有我们黑石帮的兄弟把你俩捞上来，你和你那老乡早淹死在河里了。谁说的？明明是我自己上岸，然后找木头把一哥捞上来的，然后你们才发现我们的。陈毅，这是个傻子，你别信他胡说啊！你觉得我是信他，还是不是陈毅？你早说你是武者，还这么厉害，这帮主的位置给你做都行啊，我给你当苦力都没问题，何必搞成这样呢？有钱不赚王八蛋啊！我抢了你的黑钱，一样是赚钱。我不仅自己赚钱，我还能让大伙儿都赚。你们还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？黑石帮已经完蛋了。刚刚跑掉的那些喽啰，现在一定在他们的库房里大肆瓜分钱财。你们去晚了，可就一口汤都分不到了。多谢陈大侠搭救啊！我们来生当牛做马，也一定要报大侠保重。我从总督那边一路杀到码头，黑石帮剩下的人不多了。这帮苦户能从幸存的帮众手上抢到多少东西，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。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那天从上游飘下来的不止你们2个，还有一个人。这面具就是戴在他脸上的。有个兄弟说这面具很难毁坏，好像是灵气，就留下了。那人呢？当时就是一具尸体了，被兄弟们随便挖个坑给埋了。埋哪儿了？带我去。你要把他挖出来？不是我，是你。这家伙当时身上有带别的什么东西吗？比如一块令牌、一块玉佩之类的？没有，他就这一身黑衣，还有一个面具。黑衣白面具，的确是那天屠落丁村的神秘团伙的打扮。我印象中，他们个个都是武道高手，怎么会死了一个呢？在模拟里，我问过沈青山，官府没有调查出什么，所以不太可能是官府动的手。难不成是有什么大侠路见不平，仗义出手？咦，这个世界可没有烫头染发，出现红头发一定有特殊原因。一哥，他跑了！我让你先跑1000米。陈毅，等老子东山再起，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什么玩意儿？焚云手！着火了，着火了！陈毅兄弟，饶了我吧，我给你当苦力，当奴隶。哼，我可没有压迫别人的习惯。当日你发现我们哥俩，若能放我们离开，也不会有今日之祸。好香啊，一哥！这可不能吃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去县城的悦来客栈，请你吃大餐。是那只河妖，坐船不安全，沿着河岸走吧。大春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大春啊，哪有人姓大的？村里的人以前都叫我大蠢话，大蠢话，叫着叫着就变成大春了。说起来我也得给你道歉，我小时候也跟其他小孩一样欺负过你来着。有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人不能没有大名呀，你是我们村的人，应该也姓陈，就叫陈大春吧。我可不可以叫小春？听上去可爱一点嘞。行，陈小云，听说了吗？盘踞在城外十里亭码头的那个黑石帮被人给一锅端了，帮派总岛里连块木头都没了，全被搬空了。一个人，好家伙，莫不是说书先生说的那种一位路过的武道宗师吧？这黑石帮可真够倒霉的，惹到了这种大人物。听说县太爷一怒之下，也只敢怒了一下。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。黑石帮的帮众有幸存的，他们四散逃走后，大吹特吹我的牛逼，不然显得他们没保住自己帮派多无能啊！没想到县令也听信了谣言，哼，自然是不愿为了一个经营黑帮的小舅子。一哥，这个红烧肉真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哦，坐稳了，我们出发去白云县。白云县因县界四周这圈白云岭得名，景色虽美，却只是个穷地方。离开黑石帮码头半个月，总算快到了。有妖气，一路上总能看到残留的血液痕迹。进了白云县地界，感到更浓了。第2次模拟里说过，这里的斩妖司和县衙根本对妖族的保护伞。不过也好，妖族还要3倍，反倒会圈稳圈，就是山 C 多了。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。唉，怎么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说又？哈哈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你们打不过我，还是让路吧。我们20个兄弟打不过你一个，
莫非你这马车里装了200个人？什么？车里有200个人吗？一哥，他们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他们呀？马车里只有一个傻子。大哥请好，小妹冒犯了，你就当我们是个屁，把我们放了吧。大哥饶命！我上有8十老母，下有妻妾成群，实在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了，才出来劫道呀。大哥，我真是第一次啊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老实交代，敢说一句假话，我砍了你脑袋！大哥，您叫我过来是。你头上为什么有红色的头发？我以前是赤心门的徒弟，我们赤心门修炼的外功叫星火功，这门功法的境界越深，头上红发就越多。听说门内长老都已炼至圆满，个个都是满头红发飘飘。你是赤心门的徒弟，怎么跑到这儿当山贼了？这星火功修炼的时候要注意血气燃烧的火候，我一个没控制稳当，功法暴走，把丹田烧坏了，无法再修武道，就被扫地出门了。后来家乡闹蝗灾，官府添了救济粮，爹娘都饿死了，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当山贼。赤心门又多了一条屠村案的线索，回头在模拟里去查一查，顺藤摸瓜，总能找到真凶。对了，你们山寨的二当家是个二五贼，小心点。唉，真倒霉，怎么碰到巨灵境以上的武者了？白云县里的巨灵境武者我都认识呀。小心二当家，二当家怎么了？穿越到这个世界后，也来过不少次县城，没想到再回来，竟是经历了这么多事。大爷，这些冰糖葫芦我全买了，不用找了。今天遇到活菩萨了啊！客官里面请啊，打尖还是住店啊？住店，1日3餐，4菜1汤，按时供应啊。没问题，马上给您安排。楼上请。小客官，你为何这般看着三娘呀？老板娘，你不觉得咱俩似曾相识吗？客官，你是不是见到每个女人都这么问？梅三娘我啊，可不喜欢比自己年纪小的哦。还好模拟就是模拟，不是什么平行时间线，和老板娘的情缘只停留在第一次模拟里就够了。大春，我要先去我三姐家看望她，你在这家客栈里先住下。我知道。记住，你是客人，不是去打工的。人家叫你干活，别傻乎乎的帮着干。爹娘保佑，让四弟能死里逃生。大哥二姐至今杳无音信，若四弟也不在人世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想来是相公当差回来了。三姐，四弟，真是你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你回来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是我外甥女吧？来，楠楠叫舅舅。舅舅吃糖。这孩子第一次见舅舅就要糖吃，给你机灵的。想吃糖还不容易，舅舅这就带你去买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好哎，四弟，你别这么宠他。再说你死里逃生，哪有钱给他买这些？洛丁村被屠那天，是大春拉着我跳了河，才躲过一劫。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武者，他把我们捞了起来，教了我一门外功。不久前老武者云游去，不方便带着我们就回了白云县。途中救了一个被野兽袭击里的负伤，他答谢了我一些银钱。苦了你了，你那钱别乱花，留着娶媳妇儿。暂时就先在三姐家住下，我去给你收拾一个小屋出来。哥哥，指引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系统出品，果然是精品。这引灵丹的丹香比模拟里军营的劣质丹药强太多了，单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现在我是巨灵境，白色词条概率降到79%了。精品词条，你可得对得起这2个字啊！夺宝奇鼻，好消息，你的鼻子现在能闻到力的至宝气味。坏消息，不是至宝你闻不到啊！能寻宝的词条，这可是玄幻世界啊！宝贝数不胜数。想来是我境界太低，探测范围太小，或者这里根本就没有至宝。我是不是可以去找万魂符？第2次模拟里，老刘就是回了趟老家后头发开始变白的，8成是那时候得到了万魂符，被消磨了生命力。现实里拿万魂发太危险，现在模拟有人魂供养，杀妖不就行了？有妖气磁苗，还怕找不到妖吗？下一次模拟可有的玩了。三姐，你给我在窝棚里铺床被子就行，不必弄得这么好。我亲弟弟又不是外人，住什么窝棚啊？其实我打算过阵子在县城里买套院子的，到时候就搬出去了。说什么混话？一家人分什么2个家？咱家里就我和你姐夫，多住你一个不是绰绰有余？你那钱都给我留着，娶妻生子开销大着呢。你都成年了，还没一个相好，爹娘在九泉之下都该着急了。我这当姐的，三姐以前没有这么啰嗦呀？莫非爹娘去世后，她自动适应了长姐如母的可能对三姐来说，这会儿能为过去几个月以为我也死去了的伤痛。不过我一个老爷们儿，还是得遇到合适的宅院就买下来。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呀？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挨饿？姐姐的嘘寒问暖，让我感觉到这世上依然有人真心待我，挺好。哈哈哈，四弟，这不是四弟吗？哈哈，老天有眼啊！
四弟，你这几个月去哪儿了？我四处找你，你再不回来，你三角的眼泪都快哭干了。四弟，既然你也入了武道，我赠你几门功法，你好生修炼。待你功力精进，我引荐你去斩妖司当差，和我一起斩妖除魔，为民除害。岂不多谢姐夫？这些功法我在第2次模拟里早就已经掌握了，不过还得装模作样使出焚云手这类这招式。沈青山怕是要以为我偷师了。斩妖人是个好差事，不过我未必能通过考核呢。四弟放心，修炼上有任何问题就找你三姐夫。你就别乱吹牛了，自己不也才聚灵境？四弟以后说不定比你厉害呢。唉，子孙不继啊，不能重振我沈家往日荣光。姐夫，你最近是不是在查一些衙门的命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怀疑衙门结的一些命案里，那些凶手是被冤枉的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妖族。这你也知道？别查了，这里面水很深，牵扯到的人你惹不起。就算你自己愿意为真相舍生忘死，难道不为三姐和囡囡考虑一下吗？我虽怀疑有人包庇作假，但并没有查出什么证据。四弟，你是怎么肯定会牵扯到什么人的？是我那位已经去云游的师傅告诉我的。白云县里有些事，他老人家可就能比这的每个人都清楚，多的我不方便跟你说了，懂的都懂。总之你不要再查了，四弟。我岂不知查这些案子可能会面对什么？可若是你见到那些被冤杀之人的家人，看到他们的孩子被视作异类，连学堂都去不了，想必你也会理解我。我听县城乡里的人说，半年后巴陵郡斩妖司会有斩妖校尉下县巡查，是吗？正是，郡里每5年巡查一次下辖县村的妖患，再过半年正好是下一次巡查。我知道白云岭所有妖族老巢的位置，届时将这情报交给那校尉，让他们直接去把白云县的妖都灭了，不就好？被冤枉的人可能暂时翻不了案，但这些妖族再也不能害人，至少别让悲剧再发生。凭有妖气词条，我确实能追踪到妖族的位置，不过我没打算现实中去做这件事，等模拟里找到，继承记忆不就好了？四弟，此话当真，千真万确。所以这段时间里，姐夫你千万别再去碰那些案子。当然，郡司如果发现白云县妖患众多，但上报上去的没几个，一定会彻查到底。届时那些被冤枉的人，自然就能翻案了。哈哈哈哈！好。什么风雨城，我还风雨修呢。这把模拟，我们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开始第3次模拟。模拟开始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你挣脱了黑石帮的枷锁，并亲手将他们物理超度。自洛丁村被屠后，你和大川终于回到了白云县，拥有夺宝奇笔、有妖气这俩词条，外加知道万魂幡的存在，你萌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第1年18岁，成功抽取词条，厉不厉害？一坤哥，白。当你使用基尼太美词条中的唱、跳、rap、篮球等技能后，观赏者会被你的个人魅力深深迷住。是否调整词条？哟，词条效果居然还整起武魂融合技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2个词条有明确的搭配关系。可惜都是白色，现在的我可不会浪费2个格子去装白色词条。你选择了否？模拟开始了，好，万魂谱，我来了！哈哈，万魂幡真够邪门的，还没得到呢，就已经有魔化的趋势了。幸好有模拟，能让模拟中的自己先去探探路，搞清万魂幡到底有多邪性。你在县城里买了一匹快马，马不停蹄，星夜兼程，前往老刘的老家巴州巫山郡洪洞县。老刘这会儿还在苏州边军里做杂役呢，万魂幡大宝贝等着我，你只属于我陈毅。接。巴州位于中原大地的西部，青州则位于中南部，两州又接壤。你单骑快马飞驰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，途中几乎一刻不停，2个月便到了目的地。是不是还不够靠近？夺宝奇笔已经装备，如果附近有至宝，应该能闻到才。你并不知道老刘具体在哪个位置得到的万魂幡，只好在洪洞县四处溜达，来个地毯式搜索。几天后，整个县大体都逛了一遍了。我虽然境界不高，但好歹是个史诗词徒，探测范围总不可能只有身边几百米吧。这几天至宝的味道没闻到，妖族活动留下的妖气你倒是看见不少。思来想去，你觉得只有一种可能，万魂幡还没来。老刘是在第17年得到了万魂幡，只要能截胡老刘，就能获得万魂幡。所以你决定先回白云县，让洪洞县的一切不因为你的出现而产生偏差。17年，我等得起。这辈子不乱吃药，就不会像上辈子那样短命。到达白云县地界后，你想起模拟前和沈青山的约定，你骑着马在白云岭里溜达了一些日子。去白云岭转一圈，看看白云岭的妖族都藏在什么地方。当你看见一缕妖气时，就沿着这缕妖气越来越浓的方向去追踪。你发现颜色不一的妖气最终都会汇聚在3个地方，显然这3个地方就是白云岭妖族势力的3个老巢。你没有深入虎穴，只是凭过目不忘将这3个位置牢牢地记住。当你回到白云县城的时候，来自郡司的斩妖校尉和他的巡查团队已经入驻白云县，县城里一片张灯结彩，鞭炮不断。你听说胖得走不动路的县太爷当天亲自下地迎接，总是黑着一张脸，好像人人都欠他200两银子的风雨城，面对郡司的斩妖校尉也低下了骄傲的头颅，出城50里迎接。在给斩妖校尉提供消息之前，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人，万一他和风雨城等人是一伙的，自己岂不是一头撞枪口上了？你和一些好事的老哥打听了一下，了解到这位校尉
拒绝了县城里所有士绅豪门的拜访。按常理来说，钦差大臣到了地方，那就是明着贪污的好机会。他谁都不接见，只专注于巡查工作，应该是个好官吧？这世上的确有贪官，但不能一棒子打倒所有人。不过稳妥起见，你觉得还是应该写匿名信，偷偷送进驿馆就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这一次消失的比上次屠村后消失的还久，你想吓死我是不是？陈韵，别生气了，四弟是去忙正事了。他一个无业游民有什么正事？闭关练功。好，欺负我不懂武道。行，你是去闭关，麻烦你下次闭关前跟姐姐说一声，去哪儿闭关了，要闭多久，行不？四弟，你是不是调查妖族老巢去了？为何不和姐夫商量？我可以调我手下的斩妖队帮你。不必这么麻烦，我已经全部查清楚了。四弟好本事，是你那神秘的师傅帮你的吗？算是吧，妖族的位置都写在这封信里了。我打算今晚偷偷送进驿馆。我不希望你牵扯进来，以免给你带来麻烦。姐夫，你要自己去送。风雨城这会儿可能已经盯上沈青山了，让他去送信不是个好主意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。风主司、曹县令，白云县内妖患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不为妖患所扰，二位功不可没。此番回郡司，我定汇报镇妖将大人，为白云县治妖有功记上一臂。全仗老天眷顾，那些妖魔很少来我们白云县。张大人，我有冤要伸。哪儿来的刁民？莫不是要行刺张大人？来人啊，乱棍取骨，住手！曹县令，一个柔弱女子罢了，让她把话说完，不必动手。张大人，求你为我主持公道，我的丈夫是冤枉的。他敦厚老实，待人友善，亲朋邻里对他为人无不赞不绝口。他从未杀人啊！我是一名斩妖人，只处理妖患。你若是有冤要申诉，应该去县衙，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。张大人是妖患啊，衙门屈打成招，逼我丈夫为妖顶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女人拖走！张老，住手！夫人，你慢慢说。农妇边哭边说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。陆陆续续的，又有10几个百姓从人群中走出来，跪在张淼身边，哭诉自家亲人的冤情。曹县令，这么多喊冤的人，你这个县令当得不够称职啊！这都是些刁民啊，张大人，你可不能信他们的话。诸位百姓，今日便在这城门口，曹县令要重审大家的案子。曹县令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张大人，这里面有白云县所有妖族藏身的位置，是一位贵人托我交给您。想来今日当街申冤的主意，也是这贵人教你们的吧？张大人，风雨城跑了！追！搞定了。之后，所有冤案都被翻案，胖县令重审案件，把自己审进了大牢。风雨城跑了，他是个地头蛇，退路很多。郡司和县司的斩妖人根据书信中提供的位置，携白云县驻防营的500士兵前去围剿妖族，结果空手而归。张淼并没有因此怀疑农妇提供的是假情报，因为他们在那几个地方确实发现了大量妖族活动的痕迹。张淼推测是逃跑的风雨城去通风报信，让妖族逃走了。没想到这位风主司也是幕后之人，我本以为最多牵扯到县令罢了。白云县的事情解决了，三姐一家应该不会像之前模拟里那样惨了。万魂幡还有17年才出现，这段时间不能光家里蹲，我还有事情可以做。姐夫，你知道赤心门吗？知道，是我们巴陵郡的一个2流宗门。怎么，你想去拜师？正是，不过我只有低阶根基，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收。如果你很想去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引荐一番。姐夫虽然境界不高，但沈家祖上和赤心门的一位长老是旧识，让你入个门想来不难。那太好了，现实里也可以复刻这一套办法，铲除风鱼城这帮家伙，到时候还能提前布置一下，防止风鱼城逃跑，真正实现一网打尽。第2年19岁开始词条抽取成功。异族最严厉的父亲今，当你与非人族战斗时，自身血气最高可以提升至100倍，非人族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条件弱化100倍，且异族蛊惑对你无效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战斗吧，勇士！是否调整词条？哇哦，金色传说，1.9%的概率，有点说法啊！对异族特攻，我打异族剧痛，异族打我不了我，对异族永远清醒。要知道，这第3次模拟，我是打算利用万魂幡去杀妖养仆，再让万魂幡反哺自己，像老刘那样打破根骨限制，快速提升修为。有了这个词条，杀妖可就安全又轻松了。而且这个词条不是只针对妖族，是异族，所有非人族群都是异族。现在就差个万魂幡了，不过去赤心门也挺重要的，看看我能不能查出更多和洛丁村被屠有关的线索。还是把努力必有收获换掉吧。这个词条只能保证重复做一件事，不会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属于兜底的，不能追上线。你用异族最严厉的父亲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。离开白云县之前，你去了一趟悦来客栈，给了老板娘一笔钱，麻烦她关照一下大春。在沈青山的引荐下，你加入了赤心门。你就是陈毅。赤心门，万魂幡，洛丁村的仇，我来了。